今天来杀鬼头刀。之前跟朋友去龟山船钓的时候，因为龟山的船开得比较慢，所以我们就会在后面玩船拖。然后那时候也钓了蛮多小鬼头。小鬼头我们那时候的杀法比我这次杀的还简单。我上次是只有杀完肚、杀完鳃，然后就直接真空包装起来。然后那时候我们要吃的时候就直接用烤的，然后是直接用锅子煎，把表皮煎到有一点焦脆就可以吃了，还蛮好吃的。就是如果是用烤的啊，用煎的都还蛮好吃的。像大鬼头的话也是一样，用3枚切完之后，锅子上点油，然后直接煎鱼排，就还蛮好吃的。如果你还有更多料理方式的话，当然一定会更好吃。那通常我在杀鱼的时候，尽量不会用水去清。我不用淡水去清理鱼体的原因，是因为说我每次清这些鱼的内脏，就是已经打开的这些鱼，我都会发现这些淡水会冲出它们一些油脂。那我不确定说是不是钓鱼前辈们讲的，你如果用淡水去杀鱼的时候，它会很容易让鱼的甜味、鲜味可以跑掉，所以我就尽量不去做这样子的动作。以前会求方便快速嘛，然后就直接用淡水去清。然后现在的话要看什么鱼种，可是大部分的鱼种我会尽量的不去用淡水去清，觉得好像有一些甜味会被冲掉。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过，就是你们在杀鱼的时候，如果你们用淡水去冲，然后琉璃台上面啊、洗手台上面啊，都会看到鱼的油脂的部分被冲掉。所以我杀鱼的时候尽量都是用餐巾纸，然后去清内脏。这是我自己杀鱼的一个比较鸟毛的地方。对啊，如果说今天一次要杀个上百条，下夜小搞回来就是100多、200多，然后又没有卖掉，都是自己要杀的话，我就会比较偷懒，我就会用水去冲。可是如果说也没有钓很多条啊，然后而且又是一些比较高经济价值的鱼种，我自己的杀法就是尽量不让鱼碰水。就是从冰箱拿出来，我清洁鱼身也是直接用餐巾纸直接擦一擦就好了，就不会特别的去冲洗它。然后在杀鱼的过程的时候，如果内脏破掉啊、血水流出来啊等等之类的，我都是用餐巾纸直接擦。就是不要用淡水直接去冲，我个人会觉得好像甜味会流失掉，所以就尽量不做这样子的动作。其实鬼头刀跟其他的鱼类处理方式，我是觉得都差不多啊，就除了刀法真的要练习，像小饼的刀法就没有很 OK， 所以每次杀鱼就会杀很久。还好钓技不是很好，然后所以没有每次都大丰收，所以鱼少的话就杀起来不会那么辛苦，不然回家真的是要杀到疯掉。鬼头刀的鳞片啊，它是尖鳞状，就是像一把刀子一样，就是细长型的那种细鳞。我在杀鬼头的时候，我都很懒得去鳞，反正皮不吃嘛，把皮直接把它煎到焦脆。因为你留这个皮在煎的时候，皮这一面可以多煎一点，皮也可以锁住你的肉汁。所以在杀的时候，我都会直接就跳过去鳞的这个部分，直接3枚片法把它片下来。在杀鬼头的时候，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就是说，因为鬼头刀的龙骨其实蛮粗圆的。在3枚的时候，在将鱼肉剥离中间的龙骨的时候，其实不是很好杀，尾段还好，但是越靠近头部的时候，它的龙骨会越粗，而且它的龙骨不是像一般的鱼就是很直，它的龙骨侧面也是有一点波浪的。鬼头刀跟其他的鱼一样，它都有腹部的肋骨，其实就是很简单的，你把它3枚刀法把它片下来之后，再把它的肋骨给慢慢去除掉就好了。然后鬼头刀的血盒其实没有很多，有没有腹部上缘？我们看了片下来的这个肉片，它上面不是有黑黑的这样一条吗？它那个就是鬼头刀的血盒。鬼头刀的血盒其实它算小，所以你在去肋骨的时候啊，你就可以顺便把那个血盒给去掉，血盒的血就不会污染到你的鱼肉。然后就不会造成血味太重。我其实每次出船的时候，我都会问船长啊、嗨咖，我都会问他们说，他们钓起来这些鱼，不管是红肉鱼还是白肉鱼，到底要不要放血？然后每个人的讲法都不一样，就算是安干每个人的说法也不一样。
因为我在北部的时候，也有钓友跟我讲说一定要放血，白灯的很多钓友都说要放血要放血，可是我去传钓的时候，有的是说要放，有的是说不要放，然后再加上小饼的舌头不算很灵敏嘛，反正我不是神蛇那一种，就是不是像那种漫画里面就是一尝就知道它是这条鱼啊到底吃过什么东西啊，然后从哪里游出来的啊，然后那个什么生活在什么样的水域，我没有那么厉害的舌头，所以我对于他们说放血跟没有放血的味道到底有差在哪里，我是不太清楚。可是他们是说，如果有放血的话，甜味会比较少。我是尝不太出来啦，可能安甘是白肉鱼吧，所以我实在吃不太出来。可是红肉鱼的话，我就会很在意。红肉鱼如果不放血的话，真的会疯掉。然后像鬼头刀的话，我是没有放血啊，对啊，因为就是白肉鱼，然后就也没放过，吃起来是还 OK。关于放血这个部分，我觉得大家也可以讨论一下，就是到底白肉鱼要不要放血，对啊，像安甘啊、鬼头刀啊，然后或者是头吞啊这一类的鱼，像头吞我记得我也没有放血啊，安甘就不太一定，我就搞不太清楚哪一种鱼到底要放血呢？这个真的是每个人不太一样，而且像刚刚讲的安甘的放不放血这个部分，其实北部的钓友或者是船长有跟我讲，是说像卡妈店的商家有放过血的安甘，他们反而不收。也有听说过是放血的才收，所以我就搞不太清楚。但是鬼头刀我就没有卖过啦，对吧？也没有听朋友在讲说那鬼头刀卖掉放不放血有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其实我真的觉得发明三枚刀法这个杀法的料理的师傅还蛮厉害的。原来鱼可以这么简单的把骨肉就是3片的方式把它取下来，虽然说还是会有一些残肉，对啊，但是这个无解，除非说你要用汤匙，因为像日本人在杀那个大只的黑尾鱼啊，然后这些师傅3枚片完之后啊，他们都会拿汤匙把那个鱼骨中间的这些肉再刮下来。然后它刮下来之后，就可以再做鮪鱼碎肉军舰寿司。然后如果像我们自己在料理的时候，可能最好的方法就是把骨头切断煮汤啊。如果你有剁刀的话，最好。小饼是没有剁刀啦，每次在把这些龙骨凹断的时候，是真的是有点费劲。如果你有剁刀的时候，就很方便。你可以把残肉的这些骨头啊，然后把它剁开，然后拿来煮汤啊。煮汤的话就比较不会那么浪费。3枚片把它取下来的时候，还有一个鱼头，如果你喜欢吃鱼头的话，也可以烤来吃。然后像之前钓过的一些其他的鱼种，像安娜后啊，像红干啊，然后我都会把鱼头给直接对破，然后对破之后啊，你就可以用烤来吃，味噌鱼头的方式去烤来吃。如果你会称鱼头的话，你可以把鱼头这样留下来做烤鱼头，或者是煮汤也可以。鱼头很简单，你就是把鳃去掉，然后把一些残留的一些内脏去掉，鳍就不用了，鳍你煮不出什么东西。像有一些钓具店，它会有卖那种专门处理鱼的剪刀，比较厚身的那种剪刀，剪鱼鳍还蛮方便的。鱼头的话，如果你能对剖就对剖，最好是家里有剁刀，然后有厚的砧板。不要像小饼用这种超薄的砧板，这种拿来剁的话，你的砧板可能会爆掉，然后再来是你的桌子可能也会爆掉。鱼的骨头说硬不硬啊？对啊，但是它说不硬，它也没有很软啊，所以基本上还是要注意一下你自己的厨具够不够力，不要说到时候鱼头没有处理好，就自己家里的桌子啊，然后砧板也弄得密密毛毛。不过说真的啊，如果可以的话，还是物尽其用。就是你在杀鱼的时候，如果能用的部分的话，还是尽量的留下来，就是能吃能食用的部分呢，尽量留下来。接下来一些边角料啊，如果可以的话，还是想办法把它利用，然后吃掉它。毕竟我们钓的是生命，既然我们把它钓起来，就好好的吃掉它，好好的吃干净它。就像我们小时候看的，就是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鱼也是你辛辛苦苦钓的，然后你钓起来的时候，一个生命就没有了。那至少我们要有怀着感恩的心，好好的把它吃完，吃干净，对吧？不要浪费。何况我们钓这么新鲜的鱼，也是想要让家人吃到一些新鲜的料理，也要让家人知道这么辛苦的去钓到这么好吃的鱼。那请你的小孩、你的另一半，好好认真的把你钓的鱼吃干净，不能逼迫他们，不然下次就没有办法出门钓鱼。记得要有敬畏的心来教育他们，来劝诫他们，
千万不要因为我们的劝导失败而影响了我们下次的钓鱼行程哦。好啦，废话讲这么多，鱼也杀完了，那我们就下集再见喽。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的话，欢迎订阅、按赞、分享、留言。那我们就下集再见，拜拜。Alla gloria militar che Rubin va la vittoria, alla gloria militar, alla gloria militar, alla gloria